好的，如你所见，我们现在又被150只狂暴僵尸给包围了，还是原来的地方。他们只要从这个门进去，再穿过走廊，再转过弯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。不过这一次我带了一群啦啦队员，那么接下来就由我来操控这个气球攻击手来抵抗这群僵尸。那么战斗开始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先消耗他们一波，不然等一下根本挡不住。哎，那么有啦啦队员小姐姐，我们的攻速直接提升了500%，哇，这个射速简直巴适的不行啊！不过很快僵尸又走了上来，但是问题一点儿都不大。小僵尸们使劲的向前冲，是我一套光速射击。难得是噶，怎么感觉这个气球攻击手有点不得劲儿啊？所以这样看来，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群体伤害。那么就古法师就决定是你了。哎，看来这5倍的攻击速度非常 nice， 就是后坐力有点大。好了，爬起来，啦啦队员跟过来。现在我们只需要守住这个走廊，易守难攻。接下来就让你们看一看什么叫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我去，小僵尸们的血量有点厚啊！完了完了，这把可能又要翻车了。玛萨卡，这谁遭得住啊？这样看来，我们还需要更强大的火力，直接来一个火箭筒，啦啦队员都不要了。我就不信好大个猪脚敢蹲不趴的。开局先给你来。不好意思，打偏了，打到柱子上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再来。我们还是采用第一人称视角，这样射击才安全一点。漂亮，直接当场炸翻一群。不过这火箭筒的冷却时间有点长啊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对着入口再来一发。这下好了，僵尸直接被打蒙圈了。好了，他们来了，没有关系，一发炮弹。哇，什么情况？没有作用啊！哇，完了完了，压上来了，再来一发。我跌跌撞撞奔向你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们还是把啦啦队员给加上去吧。这一次直接来一挺大炮，我就不信这都扛得住。这把直接推着一挺5倍火力的大炮，我心里根本不得慌。把这个入口给我堵住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。我去，这一波操作下来，直接把僵尸打成了一群憨皮，全部堆在了这里。完了，入口都被堵住了，僵尸也冲不过来呀。就算能够冲过来，也是毫无意义的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抵抗僵尸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堵在外边。哎，那么这局已经胜负已定了，没必要浪费大家的时间。那么我们直接开下一把，亮出我最后的王牌，一身圣诞老人装扮，手上拿一把榴弹发射器。但是你以为这是榴弹发射器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哎，这下知道了吧？他发射的根本不是榴弹，而是礼物盒。有了这样的武器，打僵尸完全是小儿科啊！洒水的事情啊！我直接开出来个冰霜巨人，稳呢，这把稳呢。不过感觉光凭一个冰霜巨人是无法消灭这些僵尸的。那么再来一波，看能开出啥？漂亮，又来一个长毛象。我外加一个黑水爆炸，我没有开错吧？直接开出一个黑暗农民，这怕不是欧皇附体？哇，冰霜巨人都扛不住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黑暗农民一发黑水结束战斗，一个字，精彩。如果你不小心卡住了后视当中，并且遭遇了实体的攻击，那么这个时候或许你可以向后视救援小组求救。只要你成功发射了求救信号，就能获得救援小队的帮助。哎，并且据说救援小队会率先帮助为这条视频点赞的人。那么至于那些在评论区点摇的人啊，你就别等了，救援是不会到来的。那么救援小队的头上呢，都带有一个特制的头盔啊，头盔上还有明显的橘红色，因为橘红色代表着希望、守护和温暖。那么我们都知道啊，在后视当中啊，一定要做好防护啊，所以救援小队都身穿一身紧密的黄色防护服，还有脸上啊得戴上一个特制的防毒面具。当然，通讯设备也是不能少的，给他们戴上一个耳机。而且救援小队还得时刻面对后视当中的复杂环境，所以他们每个人都配备了一台高科技的红外线夜视仪。至于身上，我们都知道，在后视当中，我们往往面对的是实体，所以防弹衣这种东西啊，根本就不需要。哎，我们只需要给他们穿上一身碳纤维的加固护甲就行了。腰上再给他来上一把小手枪，腿上给他加上一层护甲，然后手上再给他加上一层护甲，那么这就完了嘛。No， 背上给他来个背包啊！背包分为2部分，下面是白色的，是一个医疗包；上面是黑色的，是一个弹药物质包。这才是救援小组应该有的样子。来，那么至于武器啊，咱们的救援小组有什么武器呢？首先要明确一点啊，他们的目的不是消灭实体，而是在危险之际赶走实体。所以我们给他来上一把枪啊，把这个弹药给调一下，用什么弹药呢？我首先想到的是给他来一个火球，行不行啊？但是感觉这效果有点不得劲儿啊，兄弟们，不如这样吧，给他换上烟花弓箭手的弹药怎么样？这样一来，不仅能够造成伤害，而且还有个击退效果。
好的，那么接下来选技能啊，救援小队肯定是能够呼叫支援的，所以给他来个自我复制吧，然后再给他来上一个愤怒技能，外加2套躲闪技能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生命值不要给多了，来个800就行了。移动速度2倍，攻击速度2倍，伤害来个3倍。好的，兄弟们，这就是后世救援小组。反正我感觉啊，看上去还挺帅的，有没有？那么满分10分，你们会打多少分呢？来，我们直接测试火力。这枪有个特点啊，就是你点的越快，它打的越快。哎，我去，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干嘛？哇，你们在搞什么飞机啊？怎么抱在一堆呢？目前看来火力还是挺不错的，就是为什么会抱在一起呢？来，我们再来试下直升机啊！直升机火力全开，哎，没想到吧，全躲掉了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直升机没扛过2秒钟。来，直接派往后视。我去，一来就这么多僵尸啊！又卡住了，看样子严重影响战斗力。这样一来还想去救别人啊，自己都难搞，不行，我觉得与其这样，不如给他改变一下啊。我们把这个罪魁祸首啊自我复制给取了，然后再把他的攻击速度直接调到10倍。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战斗效果如何。我去，直接变成了加特林。完了。不过缺点就是后坐力有点大，会导致下盘不稳，被僵尸给扑倒球了。远远看上去是一座普通的城堡，哎，不过这座城怎么看上去这么熟悉呢？特别是它这屹立在城堡之上的大石台，莫非它就是《指环王》中的刚铎城啊？这也能还原出来，真的是太帅了，兄弟们！好的，那么据说刚铎城易守难攻，来，今天咱们就来验证一下。先来上几百个亡灵军团，然后我们用什么呢？要给他来上一个加特林吧。哎，我去，你这什么姿势啊？哦，他脑袋好像被卡住了，兄弟们。不行，我有点晕，等一下。不过看他表情好像应该问题不大。来，我们直接推上去，看看能不能在高台上先打他们一波。哎，好像不行啊，角度不对啊，打不到啊。哎，有惊无险啊，我还以为要嗝屁了呢，兄弟们。我们再调整一下枪口的角度啊，这个地方可以把他们打成憨皮。哦，原来是被打到脚了。如果我们不控制他的话，可以看到他还是能够找到路的。哎，不过你就像这样滚下去有点不好吧？别慌。哎，我去，我就说这样不行啊，车都给开翻了，直接卡住了。来了，他们来了，兄弟们。不如这样，我们找个好防守的位置吧，就在这里等他们啊。哎，但是我不确定的是，这个驾驶员是否能够坚持下去。好的，他们来了，直接开火。这个位置啊，易守难攻啊，一挺加特林能够防守住几百个骷髅战士。哎，不过你行不行啊？你们还记得这个毒树人吗？他的魔法飞弹自带跟踪效果，咱们就只需要站在这个高台上，无限的放出魔法飞弹，下面的骷髅战士就找求不住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降维打击。好的，我们再来啊。第2张地图啊，我们看这张地图像什么？这张地图是不是一个战区场景啊？两边都是战壕啊，中间还有很多的炮弹坑啊。我去，这里还有个碉堡啊，这战场氛围模拟的是非常的到位啊。那么曾经啊，咱们无数次的幻想在全战模拟当中玩战地，这次啊终于可行了，兄弟们。好的，没啥好说的啊，两边都给他们放上2个不同派系的兵种啊，这里面所有的兵种啊全部给他们来战啊。好的，两边都已经准备就绪。我手上拿着一挺大机枪，打起架来才不慌，冲啊，兄弟们！哎呦，怎么回事儿嘛？可能是我手上拿着大机枪太耀眼了，被对面狙击手给击火球了。我去，兄弟们，天上又下着小雨啊！这个战争场面代入感太强了。这敌人的火力也太猛了吧！换一个。我去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哎，这里有个小鬼子啊，还在这里当老六啊！这小鬼子，我给你没完啊！我们超过一个离得近一点的角色去消灭他。小鬼子还挺会躲啊，躲在石头后面不好打呀。直接来上一波空中支援，炸死这个小鬼子！哎，看这样子应该是被打残了吧？我再走上去给补2枪，最终将其消灭。来，我们再来玩狙，手上拿着一挺巴雷特，还是没有瞄准镜的那种，一枪，哎，巴适！再来一枪。1枪1个小朋友，在战场上当个老六还是挺爽的啊，兄弟们！
来了，兄弟们，你们猜我今天发现了什么东西啊？我竟然在全战模型当中发现了 Backrooms 恐怖的后室。你们看啊，表面上这是一个普通的沙漠，在沙漠之上有一个绿洲啊，在这绿洲之上有着一排房子啊。但是你们细心就会发现，在这房子中间有一个地洞，那么这就是恐怖后室的入口了。所以为了探明这个后室啊，我们很快派出了专业团队。这几个家伙你们还记得吧？他们就是后室研究员。后室研究员来到了洞口啊，简单的观测了一下，就直接跳了进去。当时研究员只是感觉到了头部一阵眩晕，眼一黑啊。当他们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就已经来到了后室当中啊。刚进入后室的一瞬间啊，远处又传来了恐怖的叫声。我去，居然是僵尸啊，兄弟们！我们的专业团队反应极快啊，想都没想，直接扣动了扳机。虽然咱们的后室研究员表现的是非常的专业啊，但是没想到这群僵尸直接当起了老六搞偷袭，打得咱们的后室研究员一个措手不及。这谁顶得住啊，兄弟们！哎呀，我去，这医疗兵反应不及时啊，刚落地就领了饭盒了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落地成盒吗，兄弟们？不过好歹现在咱们还剩下4个研究员，于是继续向后室深处探索。哎，你们走哪儿啊，兄弟们？等等我啊！哇，这后室的空间做得好大呀，一眼望去都看不到尽头啊！不过为什么那3个兄弟非要往那边走啊？他们是察觉到那边有什么东西吗？没办法，咱们只能跟过去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斯巴达战士的石像。我去，这两家伙怎么呆住了呢？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了吗？话说还有一个人去哪儿了？啊，他倒下了！我去，那什么东西啊？应该还没看到我，躲起来。哎，这又什么地方啊？好像是一个个游泳池。算了，咱们鼓起勇气向前。我去，居然是派对客啊，兄弟们！完了，被打死球了！我去，这群派对客在干嘛呀？这是在举行什么派对吗？3个人抱在一堆，看上去玩得还挺嗨的。咱们的研究员在他们面前毫无反抗之力。与此同时啊，后室杀手也被枪声给吸引了过来。Let's go！ 过来！哎，还有一群小人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扫兴客吧？众所周知，派对客和扫兴客势不两立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于是他们很快就打了起来。那么兄弟们，你们站派对客还是站扫兴客啊？反正我站扫兴客这边，毕竟人家扫兴客是人类的好朋友。哎，不过情况不对呀，扫兴客越打越少，派对客却越打越多。因为派对客可以将死去的扫兴客转化为他们的同类。完了，这下好了。虽然我是一个后室杀手，但人家派对客的人数越打越多啊，我终究还是寡不敌众的，就连后室杀手都被吊起来打。完了，后室杀手被打死球了。哎，我们这个派对客还在笑啊，看来他也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。因为这个时候蓝色妖姬已经进来了。哎呦！蓝色妖姬穿着他的切尔西在后室里面跑得飞起啊！但是没曾想到这后室啊这么大的嘛，跑了半天也没找到出口。出口没有找到，找到了派对客啊！嗨，这下好了，蓝色妖姬大战派对客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哪一边能够赢呢？哎，我去，怎么黑幽灵又跑过来了呢？完了，现在蓝色妖姬一边面对派对客，一边面对黑幽灵。哦吼！哎，他在干嘛呀？这是在跳街舞吗？不过蓝色妖姬跳街舞好像不太合适啊！你这对得起你脚上那双黄金切尔西吗？蓝色妖姬被气球吊到了墙上，于是他开始用黄金切尔西来格挡射来的弓箭，但是一不小心就把黑幽灵给踢爆球了。由此可见，黄金切尔西的威力巨大呀，兄弟们！一脚就踢死了一个派对客，然后不料他又被气球给吊到了墙上。打他！这个时候派对客对蓝色妖姬持续不断的输出。哎，你看，哎。一波操作下来，蓝色妖姬当场就被打自闭了。派对客小心翼翼地走上去向前查看，没想到突然一个偷袭，派对客全军覆没。哎，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出口在哪儿呢，兄弟们？哎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，难道这就是出口吗？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。这样的感觉。你以为这就是传说中的孙悟空 ？No， 这才是孙悟空该有的样子。今天为了测试孙悟空的极限，我特地准备了5波敌人。第一波50个剑士，
第二波18个国王，第三波25个幕府将军，第四波24个树人，第五波30个超级拳击手，可以说一波比一波更具有挑战性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孙悟空的极限到底能够扛住几波敌人。那么战斗开始，只见猴哥慢悠悠的从树林里面走了出来，一个猴王跳跳入人群，使出72变，变出若干个分身，超级棍子一顿乱砸，一个巨爆。接着第二波打到国王，猴哥越打越猛，分身越来越多，国王貌似有点扛不住了，没有坚持几秒全躺下了。接下来是幕府将军，猴哥跳了上去，搅得幕府将军乱作一团。哎，我去，这就完了。看来刚才那个是假的孙悟空，不过没有关系，现在我们上真的孙悟空。哎，孙悟空 Plus 是齐天大圣。看着骚气的姿势，只见齐天大圣直接化成了一只黑烟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当然是不可能的。只见他闪现到第五波，直接挑战超级拳击手。可以看到，即使是30个超级拳击手，居然不是齐天大圣的对手，几秒钟就被搅成了一坨稀饭，全被秒了。好了，现在轮到树人了，这可能是树人树生当中被打得最惨的一次，这他妈才是齐天大圣该有的样子。看样子，齐天大圣想从蓝打到溶液，反打回去，这次幕府将军也直呼遭不住了。大圣所到之处，无一幸免。现在轮到国王了，那么我们的齐天大圣究竟能不能够成功通关？按理来说应该是不在话下的，就怕突然给你来个反转，在终点线上给我们来了一个惊喜。这群剑士暗中窃喜，但是哪有这么容易？齐天大圣凉了。殊不知，我们的斗战胜佛才是孙悟空的极限。由于齐天大圣差一点就成功了，那么我们为斗战胜佛增加了16个超级赛亚人。那么战斗开始，斗战胜佛一个后摇加闪现，来到超级赛亚人面前，那一刻他变成了光，我去，全秒了。这个版本的孙悟空自带闪电攻击和死神出手，没啥好说的，请把恐怖如斯打在公屏上。斗战胜佛凭借超高的移速来回拉扯，东打一下西打一下，所以地图上的5波敌人几乎在被同时爆锤。国王已经被搞得晕头转向了，我觉得没啥好说的，直接放大招，160个超级赛亚人来一场神仙打架。战斗开始，猴哥嗖的一下就穿了出去，超级赛亚人又变成了光，猴哥被埋没其中不见身影。只见超级赛亚人战斗然后死去，这一刻他们变成了烟花，猴哥也窜了出来，战斗结束。所以说不要试图测试猴哥的极限，因为他根本没有极限。今天我们将用100倍攻击去审判一拳超人。其实吧，用100倍攻击消灭一拳超人是非常的简单，看到最后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。我们先简单的选个地图，再简单的放一个一拳超人。但是一拳超人有一个特性，如果敌人放远了，会触发他的地球中分拳，这我相信没几个角色能够扛得住。但是如果将敌人放近一点，就会触发他的连续普通拳。所以我们需要先放个野人在面前吸引火力，而后面再放上我们最弱的神之兵种头毛手。那么第一场审判，我们只是试试水。只见2发100倍攻击，那就是200倍攻击的长矛打在一拳超人身上。我去，在我看来，这完全就是在给一拳超人做全身按摩，毫无卵用。头毛手当场凉凉，所以我们需要更强的角色，2个超级宙斯，不应该叫他们神之宙斯。那么战斗开始，我靠，这闪电真有你的！一拳超人现在扛住了10亿伏特的电压。当然，我也并不是试图想当场消灭一拳超人，而是看看闪电能不能有机会把他推下悬崖。但是这样看上去似乎并没有什么卵用。既然一拳超人诚心诚意的开挂，那我们也就不讲武德了。200倍烟花弓箭手，上期视频中你们也见识过他的威力。来吧，将一拳超人打下虚空，一点寒芒先到，随后枪出如龙。这么多的烟花同时爆炸，至少形成了上万度的高温。好了，可以看到一拳超人被当场定在了原地，毕竟这烟花的冲击力太大了。而地图之外早已形成了烟花雨。本来这样打也是没什么问题的，但是这烟花弓箭手打着打着就不小心擦枪走火了，那么场面瞬间就乱了，所以结果可想而知。这一刻，一拳超人变成了光，于是我就在想啊，难道这是100倍攻击的威力还不够吗？于是我们接下来用2个寒冰射手来试试火力。
那么战斗开始，第一发200倍攻击没有问题，扛下来了。第2发攻击还没打出来，有个弓箭手就被拳风给打死球了。不过另一个的输出依然在持续当中。第9发。第10发，好了，刚好10发，一拳超人凉凉了。看来火力是没啥问题的，毕竟1个超级兵种就够了。所以看来是没选对角色。那么你以为接下来我会用2个折弓箭手？不，我直接来个美杜莎。你没有看错，这个包租婆居然敢叫美杜莎。但是来都来了，还是打一场吧。那么战斗开始。所以美杜莎的技能就是召唤蛇群，而且是100倍的蛇群。一拳超人瞬间就被蛇群裹住了，随后埋没其中。随之一拳超人一个巨爆，我靠！蛇群被炸得非常的下饭，一拳超人没站稳也掉了下去，还不忘使出地球中分拳，试图扭转战局，结果蓝队胜利。不知道这次算不算用实力打败了一拳超人？如果这都不算实力，那么接下来的绝对实力。没错，这个老头名叫奥丁。我说了，100倍攻击下消灭一拳超人一点都不难。这一次一拳超人摊上大事了。那么战斗开始，奥丁先释放了头上的2只冰鸟，然后再次一点寒芒泄到，随后枪出如龙。你以为这100倍的长矛是用来消灭一拳超人的？不，这只是他的2技能。第3套冰霜长矛从天而降，1秒钟，只用了1秒钟就消灭了一拳超人。那么你们觉得快吗？和接下来上场的比起来，这一点都不快。那么接下来上场的，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未来狙击手？哇，现在才发现原来是2个人啊！好吧，所以这一次我们用反物质武器来消灭一拳超人。那么战斗开始，只见狙击手席地而坐，一拳超人残暴地锤死了野人，全网最快击杀一拳超人的记录0.1秒。兄弟们，打666扣起来！一拳超人变成了果冻状，就这样被反物质给吞噬了。大人，时代变了，火枪大炮加特林的时代来了，吴家之道也随之走向了没落。但是总有一群意志坚定的人，为了大义而战，首当其冲的便是这50个武士。他们聚集在一起，用刀刃向火枪发起了挑战，来守卫最后的尊严。瞬间火枪齐发，武士竟然还挡下了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我开启了无限火力，他们根本挡不完。拉闸，直接拉闸！当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来都来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冲。在密集的子弹下应声倒地，全军覆没。他们战斗的时候并没有半点退步，所以他们的事迹感动了巨人武士。于是15个巨人武士联合起来发起了进攻。巨人武士举起40米的大刀就冲了上去，但是巨大的身体无疑冲到了接子弹的靶子。不过还好啊，他们很快就压了上去。谁知道前面的天坑才成了他们前进的绊脚石，一个后空翻直接掉了进去。错失良机，加特林在后面每秒60发，巨人武士终究还是没有扛住，再一次全军覆没。不过巨人武士也没有退缩，他们的士气再次感动了幕府将军。幕府将军的刀法堪称业界一流，天选之人，最可能成功的黑马。那么战斗开始，一瞬间刀光剑影，幕府将军的刀法格挡了所有的子弹，硬扛着冲了上去。但是前面的天坑依然是个问题。运气好的还飞了过去，大部分还是直接掉了下去。幸存的几个开启了聚合战，成功的冲到了敌群之中。可对面毕竟人多势众，再加上幕府将军元气大伤，幕府将军全军覆没，大部分都是浪死的。就比如这个憨皮，还把自己给炸飞球了，真的优秀。不过他们的事迹感动了幕府将军的师傅黄金武士，他们身披金甲，一看就是不好惹的角色。那么战斗开始，他们的刀法快如闪电，接子弹接得如此轻描淡写。这边的火枪手枪都冒烟了，这台加特林也直接被打飞球了。黄金武士越过坑道，杀入敌群，举起刀开启了超级聚合战。超级聚合战的力量极强，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给宰飞了。无极之道在我内心延续，无极之道。黄金武士成功的捍卫了武士的尊严，真的牛批！上期视频我捏出了枪之恶魔啊，把电锯人给暴揍了一顿。于是我当时就说了，电锯人之所以打不过枪之恶魔，还不是因为电锯人没有成为电锯人的完全体。那么今天啊，我们将在全战模拟器当中把电锯人的完全体给捏出来。所以没啥好说的，兄弟们，帮我把赞给点起来啊！那么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锯人来改造一下。
咱们先把电锯人身上所有的衣服给取下来，然后我们再看到头上啊，要不这个蜥蜴头冠就不要了吧？因为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，看好了，再给他来上一个摩托车的头盔。因为我们不是要模拟他脸上那一排白白的牙齿吗？用这摩托车头盔的视窗调成白色啊，不就是一排白色的牙齿了吗？还有我之前忽视了一点啊，就是电锯人的脑袋上怎么会没有把手呢？给他戴上一个耳机，然后调整一下，这不就模拟出电锯人头上的把手了吗？好的，那么接下来难点就来了，就是电锯人完全体的手上啊，它有2把链锯。啊，这玩意儿该怎么模拟呢？嗨，你以为很难，其实非常的简单。我们只需要给它加上一个肩胛，然后再把这个肩胛给调扁调长。啊，我去，这2个链锯不就出来了吗，兄弟们？虽然这个角度貌似有点不对啊，但是只能凑合下了。相对于电锯人的完全体身材更加魁梧，而且身上浑身带刺儿的，所以我们先用衣服和盔甲把它身上给它遮住，脚上再来一双带刺的鞋子。手上再来上一个带刺的腕甲，哎，那么这样说来，头上是不是应该也带点刺啊？那就来吧，给他来上一个赛博朋克风的发型，最后再把全身给调成黑不溜秋的。哎，但是我们发现啊，电锯恶魔的脖子上总是会带有一个红色的丝巾啊。那么这个东西我原本是想给他来一个忍者的头巾的，但这玩意儿不能调整位置啊。算了，咱们不如给他来上一个红色的亡灵披肩吧，只要看上去对味儿就行了，兄弟们。好的，那么至于技能啊，既然是电锯人的升级版，原版的技能咱们有些就不用了，聚合斩什么的全不要了，取而代之的给他来上一个聚合连斩，然后躲闪方式也给他更改为更高级的暗王躲闪。既然浑身带刺儿啊，给他加上仙人掌爆炸吧，最后再加上一个帅气的闪电炮15个弹，生命值从5000改到1万，尺寸改到1.2倍，重量1.5倍，移动速度5倍，攻击速度3倍，伤害直接来个15倍。那么兄弟们，电锯人的完全体电锯恶魔登场了。就我看来，比之前的电锯人至少帅了200%。那么这一次啊，满分10分，你们会打多少分呢？好吧，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电锯人和电锯恶魔的区别啊，让他们打一场就知道了。完了，兄弟们，我感觉这次电锯人又要被暴揍一顿了。电锯恶魔使出暗王躲闪，2招之内电锯人就被打出了怒气。我去，他要干什么？他率先发出了一波聚合斩，他是 K 啊。但是电锯恶魔表示，你打完了吧，该我了。电锯人瞬间就被秒球了，兄弟们！哎呦我去，这也太惨了吧！那么上一期的 BOSS 枪之恶魔顶得住电锯恶魔吗？战斗开始，一上来枪。我已经被打懵了，被打得一愣一愣的。你不要过来啊！电锯恶魔追着枪之恶魔打，我感觉这样看起来完全是单方面的碾压呀！天外飞！哦哟，看样子他也想反抗啊，直接开启了直升机模式。但是电锯恶魔可不是吃素的，反手就开启了一波暗王躲闪，在空中继续暴打。好的，现在感觉枪之恶魔已经刚不住了，是时候做出最后的裁决了。面对疾风吧！第2波连续聚合斩开启，3刀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没血了。7刀，我去！直接来了一套8连斩，枪之恶魔陨落了，兄弟们！之前我们捏出了一个火力值拉满的后世特种兵啊，手持一挺大口径机枪。既然玩枪的都有了，哎，于是我灵机一动，这次啊，我们就捏出一个玩刀的后世杀手，有刀又有枪啊，遇到实体才不慌啊，兄弟们！那么既然是玩刀的，咱们就直接给他来一个武士的声音吧。好的，同样的，咱们又给他研发了一款更加高科技，并且能够隔绝一切有害物质的头盔。然后这个头盔上还搭载了一套非常先进的红外线传感器啊，能够探测出隐藏在100米之外的实体。哎，不过这头盔看上去有点大，我们再调整一下大小，再调个颜色，怎么样？是不是非常的帅气？毕竟咱们这个是近战单位，是不是？那么身上的铠甲必须厚重，而且还要帅气。那么怎么才能变得更加帅气呢？看好了，衣服啊、裤子啊、鞋子啊，通通给它穿上去。那么在咱们的设定里呢，它是一个武士和忍者的结合体。那么忍者不是都是身穿一身黑色的衣服吗？所以颜色我们就以黑色为主啊。然后再配合上金属质感的盔甲，是不是非常的帅气？那么第三步了，兄弟们，咱们在他的手臂上再装配上一层护甲，调整一下大小。腿上也是同样的，装配上一层护甲，调完颜色。哇，这是不是越来越帅气了啊，兄弟们？刚才说了，既然是忍者和武士的结合体，那么背上是不是好歹给他来上2把武士刀啊？2把怎么够？直接来上3把。你有病！哎，3把怎么够？不如再加1把，4把刀啊！没什么特别的，就刀特别多。再加上一个红色的披风啊，帅气。好的，那么至于武下，咱们先给它加上一个小飞刀吧，双持小飞刀，双倍的火力。
那么技能没啥好说的，4个技能就够了，你们自己看一下吧。生命值来个1200，尺寸1.2倍，移动速度拉得快，来个3倍。好的，兄弟们，一共捏出了2个版本啊，一个是飞刀版的，一个是武士刀版的，双刀交叉在胸前啊，一看就是狠角色啊。那么你们觉得帅气吗？觉得帅气了就帮我把赞给点起来啊！接下来我们先来试下这个飞刀版的效果咋样？小飞棍来呢？好的，飞镖丢了出去，每一发都打出了3发的飞镖。哎，这火力看上去倒是挺猛的，但是问题就是啊，你往哪儿丢不好啊，非要往人家脚上丢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！哎，你们看这边丢的多嚣张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在跳街舞呢。嗨，这边的剑士好难受啊，被打得走都走不动。只能说这个角色啊捏的还是挺好的，就是有点费腿啊，兄弟们。哎，那么我们来试下这个盾牌能够挡得下吗？战斗开始啊！哦哟，看来这火力太猛了啊，盾牌拿都拿不稳啊，这是。哎，我去，这老哥的下盘有点稳啊！我有点溜啊，兄弟们。嗨，话刚说完，怎么就倒了呢？好的，还是直接进入正题吧，请上我们的实体啊！战斗开始！哎，一发鱼叉直接格挡。嗨，你这飞镖根本打不到这个黑幽灵啊，因为这个黑幽灵它是飘着的啊，这就很难受了。没有关系，我们的后世杀手被拉了过去，别慌啊！直接开启手里剑风暴。看来这黑幽灵被打得有点惨啊，怒气都被打出来了。来了！然后他又被拉了过去，黑幽灵使出了分身，现在后世杀手非常的难受啊，都不知道打哪个目标了。我真的裂开了这个，直接形成了一股龙卷风啊！拿着，直接飞走球了。正当我以为游戏就要结束的时候，我抬头一看，哎，我又来了！哇，这直接把黑幽灵卷到了天上去。然后他又使出了一套手里剑风暴，哦哟，这波操作属实有点帅啊，兄弟们！好的，今天我们又把暴走僵尸团给请来了，准备在这长桥上安排一场全新的测试，160个暴走僵尸对阵10个啦啦队员。当然是不可能的，这也是我们主要是为了测试全新的隐藏兵种模组，在啦啦队员小姐姐的辅助下，能否挑战160个暴走僵尸。那么第一个上场的是转圈圈的艾瑟琳，由于太弱了，所以说我这次安排了2个。那么众所周知，转圈圈的角色加上啦啦队员会变成什么？当然是会变成龙卷风。只见2条龙卷风融为一体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龙卷风向前推进。但是这个时候暴走僵尸团也挤成了一堆，这就有点意思了。我去，2条龙卷风直接分散了，一条龙卷风走着走着后劲不足，然后就嗝屁了。然而另一条龙卷风猛的一劈，直接带着一群僵尸掉下了悬崖，真是可歌可泣啊！但是后面的啦啦队员就惨了，直接被僵尸一波冲锋，然后当场GG。那么第二个上场的是，哦哟，今天的天使看上去格外的帅气，那么就但愿他这次战斗表现不要让我们失望。哎，可以看到僵尸之所以挤成一堆，是因为僵尸中含有冲击手，然后就挤成一堆了。哇塞，这边天使二话不说直接投出2根长矛，看来攻速增加了不少啊！而这边挤成一堆的僵尸直接被一坨一坨的带到了天上去。哇，这场景，这天使简直不要太帅了！哇，这天使我刚夸完他就冲了上去，和僵尸一起升天，然后就生死未卜，消失不见了。唉，只可惜又可怜了这群啦啦队员啊！好的，那么接下来上场的是部落萨满。这老头虽然长得平平无奇，但是战斗力是非常的强悍。不过本着尊老爱幼的原则，我们还是手动的帮助这位老爷爷释放几个技能，召唤几波骷髅出来，不然等一下根本扛不住啊。那么不一会儿，一大堆骷髅就召唤了出来，僵尸也势不可挡的冲了上去。我去，我就说嘛，这个冲击力简直不要太强了，这么多骷髅战士都挡不住啊！不过没有关系，这位老爷爷还在悠哉悠哉的跳着舞，一群一群的召唤着骷髅战士。哦哟，这谁遭得住啊？全冲进来了，完了，彻底完了！不过话锋一转，这老头居然在僵尸群上跳起了舞，这叫伤害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人家都说年少轻狂，我看这老头老年轻狂。不过对于现在这个局势，我只能说看运气了，运气好就赢，运气不好就输。不过啦啦队员小姐姐都被僵尸给扑倒了，老头也跳着跳着就倒下了，就剩下最后几个骷髅战士被僵尸一拥而上，这还玩个屁呀！电脑都给我卡爆了。我去，满地的骨头！哇，既然僵尸这么强，那么我们必须得上王牌角色了吧？好吧，那么接下来上场的是太阳神阿波罗。
由于阿波罗太强了，所以说我们缩减几个啦啦队员。那么就先让僵尸再跑一会儿，我们放近了再打。好的，稳一下，再稳一下。好的，就是现在。嘿，这下总行了吧？所以说，这才是防御僵尸正确的打开方式。一介僵尸竟妄想弑神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可以看到，被剑击中的僵尸直接就被光化了。除了铁桶僵尸还能扛2发，但是结果都一样，冲都冲不过来的，好吧？但是有一说一啊，这个弓箭形成的漩涡还挺好看的。哎，怎么还没结束啊？哦，原来这里还有个铁桶僵尸被卡在这里了。来，我们超过他往前走一步。我去，镜头都给我打歪了。
说起监控人派系当中人气最火的角色，你们会想到哪一个呢？在我看来，我觉得人气最高的角色，那必定是泰坦监控人。毕竟人家不仅长得很帅，而且又高又大，所以今天我决定在全战模拟器当中把他给还原出来，有点难度啊，兄弟们。但是难度大没关系，只要你们帮我把赞给点起来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好的，首先第一步啊，咱们得先给他换个模型，因为我发现之前捏的监控人啊，他显得头很大。那么这一次呢，咱们就可以给他捏一个小一点的头的。相对于监控人，泰坦监控人的头长得有点不一样啊，兄弟们。监控人的脑袋是纯白色啊，这个泰坦监控人的脑袋是白黑相间的。哎，你看这样是不是就有点像呢，兄弟们？而且你们发现没有，他的脑袋两侧还有2个摄像机。为了模拟出这种效果，我想到了，给他加上2个仿生眼吧。来，咱们来调一下位置和大小啊。哎，我去，这泰坦监控人的脑袋不就模拟出来了吗，兄弟们？接下来咱们先把他的衣服给他穿上，至于身上的衣服就很简单了，咱们直接照着图片上来就对了。但是不要忘了一点啊，你们注意到没有？他的肩膀上还有2个摄像头。不是，话说没事儿长这么多头干嘛呀？老规矩，咱们还是用饭盒子来模拟一下，给它加上吧。左右两边各一个。那么重点是，好像他的胸口有一个类似于反应堆的东西，有人知道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吗？咱们直接给他来上一个围巾腰带，给他调到胸口上去。话说你这看上去有点像钢铁侠呀。哎，我去，你这怎么长得像电线杆一样的？打我噻！你打我噻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细狗吗？这是。哎，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他的背上好像还背了一个盾牌呀？那么这个盾牌去哪儿了呢？其实这背在背上的盾牌有点不好模拟啊。但是我们可以发现，他其实可以把盾牌给取下来的啊，拿在手上。那么这样一来，咱们直接手上给他来个盾牌，然后另一只手给他来一个冰霜巨人的拳头啊。还有一个细节，他打架的时候能够快速的移动到敌人面前，所以咱们给他来上这个技能。这动作简直一模一样。然后巨人剑他给他来一个，再来一个大师级抛射无格挡。为什么呢？你们看啊，他好像有着钢铁之躯。你看这子弹打在他身上，就像老痒痒一样，根本不能对他造成任何伤害。至于他胸口能够发光的这个技能啊，咱们也没找到相似的，给他来上一个巨爆技能加一个炸弹飞旋吧。好的，兄弟们，这就是泰坦监控人。我后面觉得这个监控人看上去还是太弱小了一点，于是我又捏出了一个巨大版的泰坦监控人。那么这波还原你们觉得怎样？如果满分10分的话，你们会打多少分呢？来，我们先来试下这个细狗版的泰坦监控人。哎，你这怎么站都站不稳啊？哎，不知道打一群马桶人会怎样？打他！哎，我去，直接被马桶人给卷飞了。所以目前看来，他打个马桶人还是不成问题的，但总感觉有点不得劲儿啊，兄弟们。太瘦了，这监控人瘦不拉几的，没有力量感。那我们还是来试一下这个猛男版的监控人吧。我把他盾牌给他取了，然后用了一个头套来调整大小，给他背上成功加上了一个盾牌，希望这样打起下来更凶残一点啊！来了！我去，这样打起下来，虽然还有一点下盘不稳的感觉，但至少比刚才那细狗打起下来好看多了吧？一个巨爆再配合一个炸弹飞旋。再加上一个巨人剑塔，这小马桶人根本顶不住啊！咱们再来4个巨型马桶人，不知道他能否顶得住？4个马桶人齐心协力发射出了激光，把他给冲飞球了啊！还好咱们血厚啊，顶得住，完全没有压力。好的，直接冲上去，对着马桶人一顿暴打。哎，这马桶人不要欺人太甚啊！这，别打了，我没血了。一个飞扑跳上去，直接一头下去，一拳打死3个马桶人。你们就说猛不猛吧，兄弟们！